你升贝塔，嗯，好玩吗？昨天好玩，今天呢？今天降级。后悔？白苹果回答你了，李小龙怎么说？像水一样，所以水不闪退。iOS 27 Beta 你升了吗？如果你还没升，先不要急，因为 Beta 系统最可怕的不是新功能不好玩，而是你升完之后才发现，手机变烫、电量狂掉、App 闪退，甚至直接卡在白苹果或黑屏。今天这支影片，我帮你整理 iOS 27 Beta 常见灾情，以及遇到这些问题时，可以怎么一步一步做。这支不是要吓你，而是让你知，升 Beta 之前真的要先想清楚。一、常见 iOS 27 Beta 灾情。目前 Beta 版本最常见的问题，大概可以分成几类。第一，耗电，明明没做什么，电量就是掉很快。第二，发热，划个社群，开个相机，手机就开始烫。第三， App 闪退或不相容，有些银行 App 剪辑 App 游戏可能会因为系统太新而不稳。第四，系统卡顿，动画不顺，键盘延迟，切换 App 会卡。第五，比较严重的就是黑屏、白苹果、更新卡住、无线重开机。如果你只是小问题，可以先不要急降级，但如果已经影响日常使用，就要开始处理。二，先试这几个常规方法。遇到 iOS 27灾情，你可以先试这几个方法。第一，重新开机，很多 Beta 的小 bug， 重开机后会暂时改善。第二，检查 App 更新，有些 App 闪退不一定是 iOS 坏掉，而是 App 还没支援新系统。第三，关闭背景 App 重新开启，如果只有单一 App 有问题，先不用整台手机重置。第四，检查储存空间，如果手机空间快满，更新后也容易变卡。第五，等待下一版 Beta 更新，因为 Beta 本来就是测试版，有些系统 bug 可能只能等 Apple 后续修正，但如果你已经遇到黑屏、白苹果卡在更新画面，那就不是重开机这么简单了。三，使用 Reboot 标准修复，如果常规方法都没用，可以考虑使用 Reboot 的标准修复，它主要是针对 iOS 系统异常，例如黑屏、白苹果、更新卡住、手机卡在恢复模式这类问题。操作大概是这样：第一步，在电脑开启 Reboot， 然后把 iPhone 连接到电脑。第二步，在主画面选择开始修复。第三步，选择标准修复。这边要注意，标准修复通常会比深度修复更适合一般使用者，因为它比较偏向在不清除资料的情况下修复系统问题，但我还是建议能备份就先备份。第四步，下载人体套件。第五步，点击开始标准修复，等待工具完成。如果你的问题是系统卡住、更新失败、白苹果，这类工具确实会比自己一直查错误代码简单很多。四，但有些灾情不是修复就能解，这边我一定要讲清楚。如果你的问题是 iOS 27 Beta 本身的系统 bug， 例如某个功能还没做好，某个 App 还没支援，那工具不一定能完全解决，因为问题不是你的手机坏掉，而是 Beta 系统本来就不稳。这种情况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等下一版 Beta 更新；第二，直接降级回 iOS 26稳定版。所以 Reboot 在这里比较像是两种用途，一个是修复系统异常，另一个是你真的受不了 Beta， 就用一键降级回稳定版。总结一下，如果你升级 iOS 27 Beta 后只是小卡小耗电，可以先重开机更新 App 等下一版 Beta， 但如果已经出现黑屏、白苹果、更新卡住、无线重开机，那就可以考虑用 Reboot 标准修复。如果你只是单纯觉得 Beta 太不稳，也可以直接降级回 iOS 26。我会把 Reboot 连接放在资讯栏，有需要的人可以参考。最后问你最常遇到哪种 iOS Beta 灾情 ？A 耗电、发热 ，B App 闪退不相容 ，C 黑屏、白苹果、更新卡住。留言打 A、B、C， 我看看哪个灾情最多人遇到。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到你，订阅一下让我知道。有兴趣可以先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